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这两天啊，像姚教授的论文啊，包括老刀的这个钻石曲线，传到韩国之后啊，还是引起很大震动。那么在叫史文超导也好，叫 LK99也好，这个东西成为真的。韩国爱国青年的愿望啊，比中国更强烈，因为很多人是韭菜，舍在股市里边的，他们每天都盼着 APL 赶紧发老金教授的论文。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是韩国的这个所谓导派论坛上发的这个老刀的曲线，看到了吧？他们把这个知乎啊完整的翻译过来了，是吧？我看是这个意思，但是看得我一愣一愣的，这是什么东西？他翻译之后呢，他抓屏，就这么一个，大家在知乎上都已经看到过了。这是关于老刀曲线啊带来的一些影响，他们也在好奇老刀是谁。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位，也是比较热切的这个介绍过 LK99 相关信息的一位技术播报网站吧，这么一个叫 Brian 王啊，他是从 LK99 一开始啊就在紧密跟踪这个消息。那么在姚教授啊、牛建章他们 team 的论文出来之后呢，他也在他的频道上做了一个介绍。你看他首先呢把这个标题啊和内容做了一个简介，后边呢也把一些引用，包括过去的用微波来检测超导相关的这些论文啊和信息做了个列表啊，包括这是这个人叫 Brian 王啊，他也是一个科学博主啊，应该说呀在文字出版上这个介绍 LK99 或者史文超导材料的，他是比较靠前的。另外呢，他会做一些访谈和一些，他应该是在美国吧，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人士呢做一个连线做访谈，之前也介绍过几期啊。这是关于海外关于这个牛建章 team 的论文啊，以及老刀的钻石曲线出来之后啊一些外边的介绍。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来说什么呢？还是说微波啊，但是这个微波呀就和这个姚教授的微波检测呢不是一回事，是另外一种微波，就是制备的时候使用微波。大家知道在 LK99 复现过程中啊，有很多大神参与，是吧？除了前面介绍的这个戴博士、牛建章 team， 还有再早的这个关山口技师啊，就是吴老师之外啊，还有不少不用传统办法烧结他们比如说中卫大神他们的团队吧，他们团队那个窝创良品啊，小窝呢就发过一个用微波合成的那么一个视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了？看到了吧？就这个视频用微波来合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的这个论文啊，实际上就是用微波来做这个超导研究的，给大家讲讲这个已经发到正刊上论文的这个微波合成工艺。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一个是发表在 Archive 上第二篇呢发表在 Material Science 上一作者叫马尼坎的米利穆鲁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通讯作者呢是 Mahandir，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学教授，研究方向呢是磁性材料和多铁磁性材料吧。我们看这个题目题目叫微波合成这么一种拉贝库扬它的磁质伸缩效应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论文的abstract他说我们使用微波辐射在20分钟的加工时间内合成了立方结构空间群是 PM3M 的这种单向多晶的这么一个超导样品，并研究了它的结构、磁性、电性磁质伸缩性质等等。那下边呢就是关于它的一些性质，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讲看看人家是怎么合成的，他用微波是怎么做的，我们主要看实验细节那这两篇论文方法基本一致的，因为是同一作者嘛，就是一个是早期的，一个是第2年发到Material Science 上的我们看它的这个实验细节。我们看第一种他说与传统的固相反应相比微波合成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这个论文里边是20分钟就得到产物，原因在于微波可以体积化内部加热，迅速的提高温度。实验中呢，它是先把氧化物的混合物在1200度C
预焙烧10分钟后去碳化，然后呢，在1600瓦的这个微波功率下呀，升温到1200度，保温20分钟。那微波关掉后啊，样品在空气中降温到室温，那它冷却速率呢是1小时300度。后来就是 XRD 和 SEM 结果表明啊，样品的结晶度很好，获得了纯相的这种立方的这种超导样品产物。那快速冷却呢，可能导致样品的氧缺损，从而影响磁性、电性和磁质伸缩性。看来这个微波合成方法呀，它通过快速均匀的加热，在短时间内就会合成纯相的样品。在冷却过程中呢，可能对性质是有一些负面影响。有人说他用什么东西搞的？他使用了一台设备叫 Milestone PRYO 的这么一个微波炉，型号呢叫 MA194003，就是这个图片。工作频率呢是 2.45G 赫兹，那最大的微波功率是1400瓦。微波炉在这个预焙烧去碳化这么个过程中啊，它把氧化物混合物在这个微波炉里边就加热到1200度，然后保温，之后呢就把样品切成圆片，在1000多瓦的这个微波功率下呢，升温到1200度，保温20分钟。所以这个论文呢，就是使用微波反应的装置在一台市售的 Milestone PYRO 的这个微波炉，最大功率是1400瓦，工作频率是常见的 2.45G 赫兹，通过控制微波炉的功率和时间，就完成了样品的合成。这也是另辟蹊径。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窝的这个微波炉改造，它是在一台家用的微波炉改造成工业加热。然后呢，为了安全他把控制部分给拆掉了，看到了吧？控制面板加长引线，放在远处的控制微波炉，这个比较安全。那个一般来说这个家用微波炉它还是功率比较低的那个一般来说这个不高。大多数是在1000瓦以下，所以从这个实验来看呢，1400瓦左右的这个微波炉可以把这样品呢升温到1200度，那搞 LK99是足够了。好的，这就是关于微波合成超导的这么一个介绍。当然，论文中合成超导物呢，它属于非常成熟的这个体系了所以作者呢，其实也是为了搞一个新的合成方法，我觉得毕竟呢烧结时间短，而且方便工业化的处理。那你要说微波对超导材料有没有影响呢？我估计是影响不大因为在合成反应过程中样品中的这个组分和微结构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变的，它的微波吸收能力也在变化。一般来说金属和半导体在微波频段都有比较高的这个所谓接电损耗可以吸收一定的微波功率。那合成结束后它形成的产物，它的组成和状态就已经基本稳定了，不会再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这时候它的产物如果是绝缘体的话呢，那它微波吸收就会很小。那第二篇论文呢，不单独介绍了它的材料属于典型的这个铁磁性的氧化物肯定是有一定的微波损耗，但是不会说无限的吸收下去，是吧？所以吸收稳定量之后呢，应该就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了。所以我们简单说呢，合成过程中微波吸收在变化，那合成结束后就趋于平衡了。所以产物的电学性质决定了它在稳定状态下的这个微波的吸收量。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微波合成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会把这个论文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大家有兴趣可以下载其他的有想法的话可以留言。那如果你看了视频想用微波来烧结，那你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不要在家里搞，要有实验条件，注意安全，因为微波炉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不建议个人搞。好的，再会，拜拜。